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要介绍的书是日本首位药物停止科医生叫您90%的药物可以停用。假如您去医院就诊时，医生没有开药，而是建议先观察一段时间，你会怎么想？大多数人可能会感到非常惊讶，同时也会感到很不安。有人可能会向医生要求药物，而不是接受这种建议，因为在现代医疗中，去医院拿药已经变得很普遍。然而，药物并不是可以随便服用的，无论是什么药物，都有副作用。因此，今天我带来了一本详细介绍药物作用和副作用的书，特别适合那些虽然在服药却感觉不到效果的人，深入了解药物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您的药物也许其实并不需要服用；第二，骨质疏松药物会让骨头更脆弱；第三，类固醇的效果不会持久。这些都是您现在应该了解的内容。在第一部分中，我们将探讨那些本来不需要的药物为何会被开具给患者的现象。首先，我们来谈谈高血压。关于高血压，关键在于标准值，也就是说，血压达到多少被认为是高血压的标准。直到昭和中期1960年代，在日本血压上限被认为是年龄加90才算正常。然而到1999年，世界卫生组织 WHO 国际高血压学会将正常血压标准定为139毫米汞柱89毫米汞柱以下，几乎没有考虑年龄因素。日本也调整了标准，超过这个值就被认为是高血压。而且日本高血压学会的标准更为严格，建议的理想血压是120毫米汞柱80毫米汞柱以下。所谓的理想血压是指动脉硬化不易发生的最佳血压。这一标准下，几乎所有老年人都被认为是高血压患者。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仅仅改变标准值就能使高血压患者的人数急剧增加或减少。这表明标准值的设定对是否被诊断为高血压有着重要影响。因此，即使根据严格的标准被诊断为高血压，也不必过于担心。同样不必强迫自己服用医生开出的降压药。当然，并不是说所有高血压药物都是不必要的，有时确实需要服用。然而，如前所述，高血压有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由标准值构建的疾病。由此产生了一个疑问：高血压到底算不算一种疾病呢？高血压治疗的主要目的是预防心肌梗塞等心血管疾病，以及脑梗塞、脑出血等脑血管疾病。也就是说，高血压可能引发严重的健康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将其控制在正常范围内。虽然这不是完全的谎言，但血压降低并不一定能直接预防疾病或保证健康长寿。有相关的研究结果可以作为证据。这项研究由庆应义塾大学医学部实施，针对163名年龄在100岁到108岁之间的老年人，其中男性56人，女性107人，综合评估他们的饮食、排便、步态、认知症程度等，调查其自理能力。结果显示，自理能力最强的群体竟然是那些收缩压、高压较高的人。也就是说，上述研究中的血压在156毫米汞柱到220毫米汞柱的范围内。而且报告还指出，高血压的人群认知症的程度较轻。这项研究结果对那些相信高血压会危及生命的人来说，可能是个震惊的发现。从这些结果可以看出，高血压的人可能反而更健康。高血压意味着血液更好地供应到包括大脑和肌肉在内的全身，特别是对于老年人。由于动脉硬化，血管变得更硬，内径变窄，因此需要较高的血压才能保证血液顺畅流动。总之，稍微高一点的血压并不一定意味着有病。当然，如果您在30多岁或40多岁时血压已经超过180毫米汞柱或200毫米汞柱，那么确实需要考虑用药来控制。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改善生活习惯也可以有所帮助。所以不推荐大量服用降压药。接下来，我们来解释一下血糖值略高也没问题的情况。
那么，糖尿病究竟有什么问题呢？实际上，如果高血糖持续存在，糖尿病可能导致3大并发症：视网膜病变、肾病和神经病变，并且还会加重动脉硬化，增加心肌梗塞和中风的风险。因此，我们经常被告知要降低血糖值。糖尿病患者非常关注的一个指标是 HbA1c 的比例。HbA1c 是血糖与血红蛋白结合形成的物质，也就是说，血液中的葡萄糖越多， HbA1c 的含量就会越高。目前用于诊断的国际标准对 HbA1c 值和血糖控制的评估如下：10%以上为非常差，8%到9.9%为差，需要治疗；6.6%到7.9%为略高；5.8%到6.5%为好；5.8%以下为健康。这些标准的确非常严格，就像血压的标准一样。因为2008年发布的美国和加拿大的大规模随机实验 ACCORD 显示了这样的结果：在严格药物和饮食治疗下，将 HbA1c 控制在6.4%以下的患者组，整体死亡率比在标准治疗下将 HbA1c 控制在7.5%的患者组高出22%。由于未显示出对心血管疾病的抑制效果，该试验被提前终止。总之，这项研究发现，严格治疗以降低血糖值反而可能产生反效果，这是一个意外的结果。实际上，血糖值问题最严重的不是数值的高低，而是其急剧波动。降低血糖值到理想水平并不是唯一目标。另外，2018年3月6日，美国内科学会公布了一项令人惊讶的声明。他们基于之前的 ACCORD 试验和其他多个研究结果，建议将2型糖尿病药物治疗中的管理目标从 HbA1c 7%以上调整为8%以下。也就是说，根据之前的标准，建议将 HbA1c 控制在略高的水平。这表明糖尿病的标准值和高血压一样，在某种程度上是导致患者增多的一个因素。在健康检查中，通常会显示很多数值，如果这些数值超出标准范围，通常会被建议进行进一步的精密检查。然而，仅仅依靠数值来判断是有限的，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一点，并且不要盲目依赖药物。这个概念值得记住。接下来第2部分，骨质疏松症的代表药物之一，是被称为双磷酸盐类的药物。目前新药不断推出，进一步追求便利性。此外，还推出了可以轻松测量骨密度的设备。许多人在骨科或内科接受治疗。然而，我们不妨停下来思考一下，这些药物真的有效吗？骨骼的主要成分是磷酸钙，为了维持骨骼健康，摄取钾、磷和维生素 D 是必不可少的。与其他细胞一样，骨骼也在不断进行新陈代谢，旧骨被破骨细胞吸收，同时新骨由骨芽细胞生成。事实上，这些双磷酸盐类物通过抑制破骨细胞的活动，并诱发其凋亡，即细胞死亡，从而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如果仅仅停止破骨细胞的活动，那么旧骨不会被破坏，骨头就不会被削弱，也不会变得脆弱。在骨质疏松症中，破骨细胞被视为坏人。然而，如果仅仅抑制破骨细胞，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虽然骨芽细胞会生成新骨，因此骨密度可能会增加，但旧骨不会被回收，骨骼可能会变得非常脆弱和不稳定。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这就像在建造一座新大楼时，不拆除旧建筑物，也不清理废墟，然后直接在上面建新大楼。这样做的话，强度会降低，这也是令人担忧的。在牙科医生的问诊中，会询问是否服用骨质疏松药物，因为这些药物可能会导致拔牙等刺激下颌骨碎裂。如果在不了解这些药物副作用的情况下，单纯依照医生的建议服药，那就可能会导致大问题。无论什么药物，了解其副作用是最重要的。此外，抑制破骨细胞的活动可能会导致免疫力下降，从而增加癌症或感染的风险。这是因为
破骨细胞是巨噬细胞的一种，巨噬细胞在免疫系统中扮演重要角色，它们像变形虫一样伸展触角并移动。抑制破骨细胞的活动也可能会同时抑制巨噬细胞的功能。实际上，在北美和欧洲，有报告指出，服用双磷酸盐类药物5年的患者中，食道癌的发生率增加了2倍。至于感染，双磷酸盐类物中的普拉利亚注射剂与严重皮肤感染、中耳炎、尿路感染以及心肌炎等副作用有关。身体的细胞，包括骨骼在内，都依赖于自然的精细平衡来正常运作。如果药物打破了这种平衡，就可能引发疾病。虽然某些特殊疾病可能需要双磷酸盐类物，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些药物可能是不必要的。为了强化骨骼，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建议晒太阳和进行适度的负荷运动。饮食方面，摄入丰富的维生素 D、钙、硅等矿物质有助于骨骼健康。然而，牛奶会降低骨骼中的钙含量，并增加骨折的风险，因此不太推荐。建议多摄入含有小鱼、虾等丰富矿物质的蔬菜和水果。即使突然停止使用骨质疏松药物，通常也不会出现什么问题。要避免卧床不起，首先要关注运动和营养。接下来解释一下退烧镇痛药。退烧镇痛药通常被称为退烧药或止痛药。这类药物种类繁多且广泛使用，所以很多人可能都有服用过的经历。然而，这种药物的随意使用可能带来问题。实际上，退烧镇痛药可能会有不少严重的副作用。著名的免疫学专家、新西大学的阿宝彻教授曾对退烧镇痛药的危害做过如下描述：体内的前列腺素具有扩张血管，使感知神经过敏，引发疼痛，引起发热等作用。退烧药可以抑制前列腺素的产生，然而疼痛的原因常常是血流障碍。如果使用退烧镇痛药强行抑制前列腺素的产生，可能会导致血管收缩，进一步加重血流障碍。此外，退烧镇痛药还有其他严重的副作用，一种是中毒性皮肤坏死症，这是一种可怕的疾病，通常在服药后立即或几周后出现高热、眼睛充血、黏膜糜烂等症状，全身皮肤迅速变得像烧伤一样。另一个严重的副作用是雷氏综合症，这个症状主要发生在儿童中，死亡率高达30%。其特征是最初表现为感冒、流感或水痘等症状，但突然出现脑部损害，最终可能导致死亡。虽然最初原因不明，但后来的研究发现，退烧药如阿司匹林是雷氏综合症的主要原因。使用阿司匹林会使得发病的风险增加25倍。当然，不仅仅是阿司匹林，其他所有退烧镇痛药也都存在类似的风险。在美国和英国，这一事实已被医生和公众广泛了解，因此在发热时，避免使用阿司匹林等退烧药已经得到严格执行。雷氏综合症的发病率因此大幅下降。实际上，动物实验也证明了在发热时不使用退烧镇痛药的好处。例如，有一项实验中，14只兔子被感染了细菌，其中7只兔子没有用药，而其他7只兔子使用了退烧镇痛药。结果显示，未用药的兔子虽然最初出现高热，但有5只幸存下来；使用药物的兔子虽然体温下降了，但随后高热反复出现，导致7只兔子全部死亡。这是一个令人难过的实验。还有许多类似的实验，其结果几乎都相同。不使用退烧镇痛药反而更能提高生存率。人感染病毒或细菌时，脑部的下丘脑体温调节中心会被激活，只是体温自动上升。换句话说，感冒、流感或肺炎时体温升高，不是由于病毒或细菌的直接作用，而是身体为了对抗它们而自我调节的结果。体温升高会使白血球更加活跃，同时增强其他免疫反应，从而抑制病毒或细菌的增殖。有研究表明，体温每升高1度，免疫力可提高5到6倍，而每下降1度，则免疫力降低30%。
体内通过发热来进行最大限度的防御。因此，使用退烧镇痛药强行降低体温的实际好处并不明显。当然，对于高热严重到难以忍受的情况或强烈的疼痛，使用药物可能是必要的。然而，除非遇到这种紧急情况，否则最好尽量避免使用退烧镇痛药。虽然并不是吓唬人，但为了暂时的舒适而可能付出长期的健康代价是不值得的。一旦记住这一点，就可以帮助您保护自己的生命。接下来第3部分，类固醇药物与抗生素并列，是现代医学获得的神奇药物之一。它们以口服、滴注、外用、眼药水等多种方式应用于身体的各种不适部位。其主要作用包括镇静炎症、抑制免疫、缓解过敏症状。然而，尽管效果显著，但副作用也很强，这一点广为人知。因此，许多人对类固醇有害怕的印象。首先，了解一下什么是类固醇。类固醇是一种被称为类固醇激素的物质，它们由位于肾脏上方的小器官肾上腺分泌。这种激素包括糖皮质激素、电解质皮质激素、女性激素和男性激素等。类固醇药物是其中的糖皮质激素的化学合成物。在服用类固醇药物后，最初您可能会感到异常的精力充沛，兴奋不已，似乎没有疲劳感。此外，类固醇药物具有非常强的抗炎作用，例如对于特应性皮炎等炎症，使用软膏涂抹后，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能看到明显好转。类固醇药物还有强效的免疫抑制作用，因此在自体免疫性疾病，如胶原病的急性期，它们能够迅速平息严重的症状。这种强效的效果使得它们被称为魔法药物。然而，这种初期的显著效果消退后，问题就来了，副作用接踵而至。许多患有湿疹的患者可能已经体会到这一点。长期使用类固醇软膏会导致效果逐渐下降。更糟糕的是，类固醇本身会发生氧化，从而加重皮肤炎症。然而，皮肤科医生中有些人甚至会因为药效不足，而将类固醇软膏更换为更强力的药物。因此，患者需要了解，类固醇软膏仅能短期缓解症状，长期使用可能会导致难治性的特应性皮炎。自己保护身体是至关重要的，而不是仅仅依赖医生。此外，长期使用类固醇药物后，突然停药是不允许的，因为这可能会导致之前被压制的症状突然爆发。例如，特应性皮炎患者的湿疹可能会急剧恶化，导致无法忍受的发痒和疼痛。因此，找到一位能够合作的医生，并在其指导下慢慢减少类固醇的使用，是最好的方法。如果医生精通中医，使用柴苓汤等中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减少类固醇的用量。此外，改善饮食、缓解压力、保持身体温暖等代替疗法也可以促进自然免疫力的恢复。再次强调，类固醇药物拯救了许多生命，是绝对必要的药物。类固醇药物在应对急性期时表现出色，不因无谓的恐惧而突然停药。接下来，我们来讲讲常见的睡眠药物。一般来说，被称为抗焦虑药、睡眠药、安定剂等药物的代表之一是苯二氮卓类睡眠药。由于其快速的效果，可以立即缓解失眠和不安感，因此目前在精神科、心理科、内科、外科、妇科、骨科、耳鼻喉科、皮肤科等许多科室中普遍处方与抗抑郁药相比，服用苯二氮卓类药物的患者可能要多得多。最近仿制药也在增加。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日本的苯二氮卓类药物消费量在全球中位居第一。在医院里，如果有人诉说失眠或焦虑，医生几乎一定会开具这种轻度的睡眠药或安定剂。在欧美国家，苯二氮卓类化合物于1955年被发现，并在60年代开始在欧美广泛使用。其中代表性的药物是赛乐特 （Celctane）。最初它被认为是无害的，然而到70年代后期，越来越多的人在停药后出现了身体不适。这些药物对社会问题产生了严重影响，
美国国立药物滥用研究所通过学术论文的审查确认，苯二氮卓类药物的睡眠促进效果只能持续2周以上。而英国药品评估委员会也宣布，其抗焦虑作用无法持续超过4个月。这些调查导致许多国家对苯二氮卓类药物施加了使用期限的限制，因此到1980年代，苯二氮卓类药物的销售量显著下降。进入21世纪后约20年，仍然有不少人继续服用这些药物长达10年或20年。人类的大脑中本来就存在一种叫做 GABA 的神经递质，它具有稳定情绪的作用。GABA 的作用是通过苯二氮卓类药物来增强的。苯二氮卓类药物通过与 GABA 受体结合，使 GABA 比单独结合时更强力地减缓大脑活动。这种作用可以缓解心理上的不安和紧张，并带来嗜睡感。虽然这种效果本身并不坏，也确实能让人感到放松，但问题在于，如果每天都服用这种药物，并且这种状态持续几周， GABA 受体会逐渐疲惫并减少，最终可能会导致没有苯二氮卓类药物就无法获得精神上的稳定，也就是说会形成依赖性。苯二氮卓类药物的效果会逐渐减弱，导致不眠状态持续，并且难以戒断。此外，苯二氮卓类药物的副作用并不仅限于此，尤其是认知障碍、情绪障碍、神经和肌肉的障碍问题较为严重。更重要的是，苯二氮卓类药物还会增加罹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因此使用苯二氮卓类药物时必须谨慎。如果您在医院中因为失眠或无法缓解的不安感而寻求帮助，一定要谨慎，避免轻易接受苯二氮卓类药物的处方，这样会增加形成依赖性的风险。尽管有观点认为，与其忍受失眠，不如使用睡眠药物来获得好睡眠，但这种情况最好是偶尔使用，避免长期依赖。然而，长期使用苯二氮卓类药物的确是非常有害的，需要权衡无法入睡导致的身体不适与长期使用睡眠药物造成的依赖风险。对于那些从未服用过苯二氮卓类药物的人，或者极少使用过的人来说，立即停止使用是最好的选择。但对于那些长期使用的人来说，突然停药可能会导致严重的戒断症状。戒断症状通常包括失眠、不安、焦虑等精神症状，以及肌肉僵硬、麻木、心悸、呼吸困难、全身疲乏、胃肠不适等各种身体症状。苯二氮卓类药物会使脑内的 GABA 受体大量减少，导致 GABA 的分泌减少，脑内的刹车机制已经失效。突然停药会使大脑进入异常兴奋状态，导致心理和身体像失去刹车的汽车一样失控。因此，苯二氮卓类药物的长期使用和突然停用都可能带来极大的痛苦。不过，当然也有希望。虽然戒断症状非常困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症状会逐渐减轻，发作的间隔也会变得更长。根据作者的经验，当药物剂量减少到最初剂量的1/3以下时，通常会观察到这样的变化：即使完全停药后，戒断症状仍会持续。虽然个体差异存在，但通常情况下，严重的症状会持续大约半年，呈波动状态反复出现。对于那些焦虑感较少或使用药物量较少的人，症状的波动会在大约1年到2年内减小，间隔变长，症状显著减轻。然而，也有些人可能会经历多年难以忍受的症状，这往往与个人的心理状态有很大关系。在这里，我想特别告诉那些容易感到恐惧和焦虑的人，戒断症状是您身体为了排除药物而努力的结果，意味着您的身体正在积极地帮助您康复。虽然非常痛苦，但它不是值得憎恨或讨厌的东西。请一边感谢您的身体，一边接受它。越是讨厌它，感觉会越加痛苦。戒断症状的原因是明确的，请放心，它是一个明确的、会自然而然恢复的暂时病症。接受这些症状，并平静地等待恢复的到来。药物可能曾经给您带来过安慰，但通过今天的视频，您应该明白，药物不应成为依赖的对象。药物应该在了解其特性后被合理使用，
希望大家都有健康的身体。最后，我想通知大家一下，我们的新频道学识 Plus 已经上线了。新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